白内障手术做完后，眼睛能清晰多少年？手术到底有没有用？许多人发现手术后视力本来变清楚了，怎么过一阵子又开始模糊了？心想是不是白内障复发了？手术是不是失败了？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揭开这背后的真相，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其实白内障手术后视力再度模糊，不是白内障复发，更不是手术失败。眼科医生透露有3大元凶导致这种情况，其中第一种情况用雷射只要5分钟就能搞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术后视力出现问题？而白内障手术的效果能维持多久？让我们从头开始说起。白内障其实是眼睛晶状体老化混浊的一种现象。晶状体就像相机的镜头，年轻时透明清澈，对焦自如，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或其他因素影响，例如糖尿病、外伤、药物副作用等，晶状体的蛋白质会逐渐变性凝集，形成混浊。就好比蛋白加热后变白一样，晶状体变混浊后，光线无法顺利通过，我们看东西就会变得雾茫茫。白内障在中文里意指眼睛里的白色障碍。古人看到晚期白内障患者瞳孔发白，以为眼睛内长了一层白膜。而英文的 cataract 原意是大瀑布，因为瀑布激起的白色水雾让人什么也看不清，这恰如其分地形容了白内障患者的视野。白内障是老人常见的眼疾，可以说只要人活得够久，多多少少都会得白内障。举个例子，在60多岁的人群中，白内障的发生率相当高，70岁以上族群几乎人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白内障。所以如果您或长辈被诊断出白内障，千万不用惊慌，这是自然老化现象。那应该怎么办呢？目前医学上对于白内障还没有药物可以逆转或根治，早期的营养补充或滴眼药水可能延缓恶化，但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只有一个，手术。也许有人会问，白内障手术真的有用吗？是不是一定要等看不见了才开刀？其实现在的白内障手术是非常成熟而且成功率极高的医疗技术，透过手术把混浊的晶状体取出，换上一枚全新的透明人工晶体，就像给相机换了新镜头一样，视力通常可以大幅提升。这项手术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最有效的防盲手术，每年全球有数以千万计的白内障患者因此重见光明。试想，一位老人家原本视力只有 0.1/10，几乎快看不见，经过手术后视力提升到 1.0， 相当于1倍。正常视力，人生品质将有多大的改变？手术当然有用，而且非常有用。许多患者手术隔天就感叹世界变亮了，色彩变鲜艳了，能重新阅读报纸，看清家人脸孔，甚至恢复开车下厨的能力，重获生活自理的自由。这对于原本因白内障几近失明的人来说，无疑是重生般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白内障手术的历史已超过200年。早在18世纪中叶，一位法国医生达维尔就首次成功地将混浊的晶体完整取出，开创了现代白内障手术的先河。在那之前，古人面对白内障束手无策，只能用拨云法等原始手段拿针把晶体推到一旁，但那种做法效果很差，患者仅能恢复微弱的光感，视力依然模糊。直到20世纪中叶，英国眼科医生黎德利观察到战争中飞行员眼睛里的有机玻璃碎片没引起排斥，受到启发发明了人工晶体。世界上第一枚人工晶体在1950年代植入了患者眼中，从此患者不再需要依赖厚重的可乐平底式眼镜，也能看见清晰影像。接着又有超音波乳化技术的发展。1960年代，美国医生凯尔曼受牙科钻头启发，引入超音波震碎晶体，再以小切口吸出。如今的白内障手术切口细如米粒，全程只需局部点麻药，过程无痛，10分钟左右就能完成。手术发展至今，风险已经非常低，严重并发症的几率不到 1%。 总之，白内障手术是当今医学界最安全有效的手术之一。有了它，失明不再是老年人的必然命运。既然手术效果这么好，那么问题来了，手术后恢复的视力究竟能清楚维持多少年？会不会过一阵子又变差？很多长辈都有这样的疑惑。有些人迟迟不敢开刀，就是听说开了白内障也只能清楚几年。
之后还是会再变坏。还有人担心，万一开完没多久又看不见，是不是白内障又长出来了？那岂不是白开刀了？这些顾虑听起来不无道理，但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真相可能大大出乎你的意料。白内障手术后视力模糊，真凶并不是白内障，卷土重来。直截了当的说吧，白内障不会复发，这点非常重要，必须先澄清。因为在手术中，我们已经把混浊的天然晶状体整个取出了，白内障等于被连根拔除，没有再长回来的空间。有人或许会想，身体的器官会不会自己又长出一颗新晶体来？答案是不会的。我们的眼睛并不会再生出第二个晶体，所以自然也就不会再生出新的白内障。那为什么有些人手术一段时间后又看不清了，甚至觉得和白内障没开刀前一样模糊？难道是手术失败，人工晶体坏掉了吗？其实也不是。人工晶体通常由特殊的亚克力或硅胶材质制成，设计寿命就是可以在眼睛里放一辈子，理论上可以用一生，而不会像天然晶状体那样变混浊。人工晶体不会黄化，不会变雾，大多数情况下，它10年、20年后依然透明如初，所以手术并不存在效力消退这回事。既然白内障不会复发，人工晶体也不会自己失效，那术后视力再次模糊是怎么回事？真相藏在我们眼睛晶状体的包囊里。做白内障手术时，医生将混浊的晶体核和皮质吸除干净，但会刻意留下晶状体最外面那层透明薄膜，称作后囊膜或晶体后囊。为什么要留下它呢？因为人工晶体需要这层天然的薄膜当口袋来固定位置，就像把新镜头装进原厂的镜头袋里。这层晶体后囊膜非常薄，只有几微米厚，手术时看似干净透明，然而它是活体组织，往往残留着一些晶体上皮细胞的种子。术后随着时间推移，少数顽强的细胞可能会慢慢繁殖，在这片薄膜上增生、纤维化，形成一层模糊的膜。这种情况就叫后囊膜混浊，也俗称继发性白内障。听到这名字，你也许恍然大悟，哦，原来是长了第二次白内障。没错，不少人在手术几个月或几年后又出现雾茫茫的视力，就是拜他所赐。不过请注意，继发性白内障并非真的白内障重新长出，而是后囊膜发生混浊。它就像相机镜头前的保护镜脏了，并不是镜头本身又坏掉。后囊膜混浊是白内障术后视力模糊最常见的原因，也是第一大元凶。几乎所有眼科医生每天都在门诊遇到这种情况。有统计显示，一般60岁以上的中老年患者，大约有3到4成会在手术3到5年后发生不同程度的后囊膜混浊。年纪越轻做手术的人，发生率反而越高。这是因为年轻人的细胞新陈代谢旺盛，增生更活跃。如果是50岁以下因特殊原因，如高度近视或外伤性白内障提前手术的患者，继发性白内障的发生率甚至高达7成左右。不过也别被这数字吓到，因为后囊膜混浊带来的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来描述一下继发性白内障的症状。刚做完手术时，视力通常很好，但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几个月，也可能几年，患者又开始觉得视线变得雾蒙蒙，仿佛窗户上又蒙了一层薄纱。有的人看灯光时会产生眩光、光晕，晚上开车觉得对面车灯刺眼不清。这些症状和白内障很相似，难怪有些人以为白内障复发了。事实上，那层始作俑者就是后囊膜上的细胞膜。这个问题其实早就在医界的预料之中，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说白内障不会复发，而是出现了可以被预防或治疗的并发症。治疗方法是什么呢？不需要再次开刀，更不需要把人工晶体取出重装。现代眼科有一个绝招，对付后囊膜混浊，那就是 YAG 后囊膜雷射手术。YAG 是一种释放强脉冲能量的雷射，只需要对准混浊的后囊膜开一个小窗口，就能让光线重新通过。这个雷射手术非常快捷，在门诊就能进行。患者坐在雷射机前面，点表面麻醉药水，医生透过特殊镜头瞄准后囊膜，哒哒哒几下，通常不到5分钟就搞定了。整个过程不痛，也不需要进开刀房，也不用住院。雷射产生的能量会在后囊膜上打出一个圆圆的小洞，
把中央混浊的部分去除，就像在雾玻璃上开了一扇天窗，一束阳光顿时射进屋来，眼前景物又恢复清晰。绝大多数患者做完 YAG 雷射后，视力都能立即或短期内明显提升，而且由于这道窗一旦打开，后囊膜不再是一张完整的膜了，细胞没有载体再长回去，通常不会第二次混浊。因此继发性白内障通常只要雷射治疗一次，很少需要重复。如果有幸您白内障术后好多年视力依然清澈，那也恭喜您，可能是没有明显后囊混浊的体质。不过一旦觉得又雾雾的，不必惊慌，赶紧去眼科检查，医生一看就能确诊是不是后囊膜混浊。如果真是，它反而是好消息呢，因为5分钟雷射就能治好，不像真的白内障还得进手术房开刀呢。值得一提的是，后囊膜混浊之所以也被叫做继发性白内障，某种程度也是为了让病人好理解，听到这名字就知道症状像白内障一样影响视力。但我们要再次强调，它并不是原来的白内障卷土重来，而是一种白内障手术后的后遗症。有些好奇的朋友可能会问，既然知道会有这种事，为什么手术不干脆把那层后囊膜也拿掉，或用雷射处理掉，免得日后混浊？这问题很专业，原因是如果没有后囊膜，人工晶体就缺少固定的地方，还有玻璃体的组织可能会跑向前方，导致其他并发症。因此医生只能先保留后囊膜，等日后真的混浊了，再用雷射打孔解决。换句话说，继发性白内障基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一个问题。留着那层膜，日后可能模糊，但能够用简单方法解决。若是一开始拿掉膜，问题更难收拾。所以万一您遇到了这种术后再度模糊的情形，大可放心，这其实是白内障患者几乎必经的一道小插曲，不是手术失败，更不是医生技术不好，而是一种可预期的正常现象。讲完元凶之一后，囊膜混浊，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常让术后视力下降的因素。假如检查发现您眼睛里的后囊膜清清亮亮，人工晶体的位置也完好，那么视力模糊的原因可能要往眼睛更深处去找，也就是眼睛的底片视网膜。白内障主要影响的是晶状体这颗镜头，但我们眼睛看到清楚与否，还取决于底片是否完好。眼睛的底片就是视网膜，视网膜上有个负责精细视力的黄金区域，叫做黄斑部，它直接决定我们视力的高低。我们可以把眼球想象成一台相机，镜头、晶体、对焦没问题，还要底片、视网膜、曝光正常，成像才能清晰。白内障手术只能解决镜头的问题，却无法改变底片的质量。如果眼底本身有病变，那即便晶体换了新的，照出的像还是不会完美。许多白内障患者年纪都偏大，而高龄恰恰是各种视网膜黄斑疾病的好发时期。所以第二大元凶其实不是手术造成的，而是患者自身眼睛的其他问题。最常见的莫过于老年黄斑部病变，超过50岁的人群中，约有1成左右患有不同程度的黄斑部退化。黄斑部病变会让中心视力模糊、变形，甚至出现黑影。很多患者在白内障没开刀前，因为整体都模糊，反而不容易察觉黄斑的问题。等白内障手术后整体亮了、清晰了，才发现怎么看东西中间还是扭扭曲曲的，或是眼前有一块暗斑挡住。这时往往不是手术效果不好，而是黄斑部本身出了状况。就像照相机装了新镜头之后，发现底片上原来有刮痕，那刮痕依旧会出现在每张照片上。黄斑部退化在现代可以治疗控制，特别是所谓湿性黄斑部病变，眼科医师可以打抗新生血管的药物，俗称眼内打针，来抑制病情，防止视力进一步恶化。有些人术后视力从 0.1 提升到 0.6 就停滞不前，医生检查发现黄斑区有退化变性，这并不是手术没效，而是需要同时治疗黄斑部疾病。幸好现在有 OCT 光学断层扫描等精密检查，可以在术前就发现黄斑部是否有问题。所以负责任的眼科医生在安排白内障手术前，通常都会检查视网膜，甚至拍摄眼底光学断层。如果发现黄斑部已有明显病变，会预先告知病人，术后视力改善可能有限。
需要术后进一步处理黄斑的问题。这也提醒大家，白内障患者手术前要做全面的眼睛检查，别只盯着晶体，还要看看底片如何，否则期望值过高，忽略了眼底状况，术后难免有落差。另一大常见的眼底杀手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如果患者本身有糖尿病，长期血糖控制不佳，眼底血管可能发生渗漏、出血、新生不良血管等改变，导致视网膜水肿或缺氧。白内障患者中其实有相当比例合并糖尿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可能没有症状，但随着病变进展，视力会渐渐模糊。白内障手术能改善因晶体混浊造成的昏暗，却无法逆转糖尿病对视网膜的伤害。有些糖尿病患者术后视力提升有限，或是过一阵子又下降，就要考虑是不是糖尿病的祸。眼科医生可以透过眼底检查发现蛛丝马迹，例如视网膜有没有小点出血、黄斑、水肿等。如果确认是糖尿病在作怪，治疗上可能需要雷射光凝来封闭渗漏的血管，或使用药物甚至手术来处理严重的增殖性病变。原则上，控制血糖是最根本的办法。当血糖稳定下来，眼底恶化的脚步才会放缓。所以糖尿病患者做完白内障手术后，更应该定期回诊，追踪视网膜状况。不要以为装了新镜头就一劳永逸。如果血糖后续失控，即使起初视力再好，也可能被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拉下来。除了黄斑部病变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病变还包括其他问题，例如青光眼或视神经受损也会限制视力。青光眼是一种视神经不可逆的损害，患者周边视野渐渐缺损。很多青光眼患者同时也有白内障，他们开完白内障后，中心视力清晰了，但仍然觉得看东西少一块，范围缩小。那不是白内障手术没做好，而是青光眼本身的影响。还有一些视网膜裂孔、剥离等急症，也是术后可能出现的视力骤降原因。特别是高度近视患者，本身视网膜就比较脆弱，白内障手术本身可能轻微增加视网膜剥离的风险。如果在某个时间点突然觉得眼前视力急剧下降，出现大片黑影或大量飞蚊，那就要马上就医检查，排除视网膜剥离的可能。一旦发生，就需要尽快接受视网膜手术修补，否则可能永久失明。不过，好在这类严重并发症并不常见。总而言之，眼底病变是白内障术后视力不如预期甚至再度变差的第二大元凶。它不是白内障手术引起的，而是患者自身眼睛的其他问题。由于多发生在老年人群，本来就和白内障同时存在，但在白内障未治疗前被遮盖了。当白内障解决后，这些原本被蒙蔽的问题就现形了。如果术后视力下降的原因是眼底出了状况，那就需要针对眼底病变本身治疗，这已经超出白内障的范畴。这也提醒我们，白内障手术并非万能，它能解决晶体混浊，但并不能包治百病。手术前医生的详细检查和说明，患者对自身眼睛健康的全面了解都相当重要。千万别误以为开完刀看不好就是手术没用，也许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躲在眼底的一只拦路虎。说完了后囊膜混浊和眼底病变两大块，我们再来谈第三个可能让术后视力模糊的因素。相比前两者，第三元凶不是眼球内部的疾病，而是影响整个眼睛光学品质的一个常见问题——干眼症。许多人可能想不到，干眼竟然也能让视力模糊。然而事实就是如此，眼睛干涩、泪膜不稳定，会导致视觉质量明显下降。白内障患者多半年龄较长，而泪液分泌减少本就是老年人常见问题。再加上白内障手术本身需要在角膜上动些功夫，虽然切口很小，但多少会影响角膜神经的感觉和反射。术后初期泪液分泌可能暂时更少，泪膜变得不稳定。简单说，眼睛表面变干了。干燥的角膜就像相机镜头前罩了一层不起雾但颗粒粗糙的保护膜，会让影像变得雾蒙蒙或忽明忽暗。很多病人在手术后几周内会觉得眼睛干干涩涩，好像有沙子，视力有时清楚有时模糊，特别是早晨刚起床或用眼一段时间后，觉得眼睛疲劳，视物不稳定。这其实就是术后干眼症导致的视力品质下降。干眼症本来就是最常见的眼科问题之一，
中老年人尤其高发，手术应激可能让原本轻微的干眼加重。更年期妇女、长期盯屏幕者、睡眠不足者，在术后特别容易出现干眼症状。如果白内障手术后看东西时好时坏，一眨眼可能又清楚一点，那多半是因为泪液在眼球表面分布不均匀所致。这跟前面提到的后囊膜混浊或眼底病变不同，那两者造成的视力下降通常是持续的、稳定的模糊，而干眼造成的模糊往往是波动性的，休息够了，眨眨眼，滴点泪液就清楚些，疲劳时又模糊起来。如果有这种现象，其实可以大致判断跟干眼有关。医生也常在门诊遇到这样的病人，手术很成功，眼睛里检查也没有后囊混浊或眼底问题，但患者就是觉得看不太清楚。这时医生会详细询问有无异物感、酸涩感，并检查泪液状况。如果发现泪水明显不足，角膜表面有干燥的干斑，就能确诊是术后干眼症导致的视力品质下降。所幸干眼症并不可怕，也不会对视力造成永久性伤害，只是暂时影响清晰度和舒适度。对付干眼有许多简单有效的方法，最直接的就是点人工泪液。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患者，通常医生也会开一些润滑的眼药水，让你回家点，减少干涉。尤其是术后早期，配合抗生素和消炎药水一起按时滴用，既防止感染发炎，又保持眼表湿润，促进伤口愈合。如果干眼症状较重，医生可能建议增加点药的频率，或使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眼凝胶来增强润滑。还有一些辅助方法，比如热敷眼皮、按摩睫毛根部，改善睫毛线的油脂分泌，也有助于稳定泪膜。环境方面注意，避免长时间吹风、直吹冷气，多休息眼睛，避免熬夜，也都能减轻干眼的不适。需要提醒的是，有少部分患者在手术后可能发生术后炎症，例如角膜暂时性水肿、轻微的前房发炎等等，这也可能让视力短期内有点模糊，但通常医生会给消炎药水控制，几天到几周内会改善。因此，如果是术后早期出现的短暂模糊，不一定全是后囊膜或眼底问题，很可能只是眼睛正在恢复中，一些炎症反应或干眼现象在影响。随着时间推进，大多数人在术后1-2个月，视力会趋于稳定清晰。如果干眼问题较持久，那就作为一个慢性问题来控制，日常保养，点药水，必要时回诊接受进一步治疗，例如泪点栓塞术或光脉冲治疗等改善干眼的新技术。总之，干眼症是第三个让术后视界模糊的主要元凶，但也是相对最好对付的一种。只要配合保养治疗，通常不会影响手术的长期成果。我们已经介绍了3大常见的术后视力杀手：后囊膜混浊、继发性白内障、眼底病变、黄斑部退化、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干眼症，这3项占了绝大部分情况。然而，眼睛毕竟是很精密的器官，还有一些相对少见的因素也可能导致术后看不清。例如，人工晶体的位置偏移或旋转，如果人工晶体在眼内没有稳固，留在该待的位置，出现偏位，可能造成影像对不准焦，甚至出现重影。特别是有些高度近视患者，眼球比较长，韧带支持没那么紧，术后发生晶体偏移的风险略增。一旦人工晶体严重偏移，可能需要2次手术调整才能改善视力。不过好消息是，随着手术技术和人工晶体设计的进步，发生这种情况的比例极低。再如非常罕见的人工晶体本身混浊或钙化，有些老旧材质的人工晶体在10几20年后可能出现雾化、省电，但这种几率微乎其微。如果真发生，只能更换人工晶体。还有一种情形是度数的问题，部分患者术前有高度散光或其他屈光问题，术中并未完全矫正，术后可能需要戴眼镜才达到最清晰的视力。如果不戴眼镜就嫌视力模糊，这并非手术失败，而是屈光矫正范围之外的正常现象。例如，有些人装的是单焦点人工晶体，术后远看清楚，但近看仍要配眼镜，否则看近就模糊。这也不属于手术失败范围，而是术前设计使然。除此之外，术后保养不当也可能影响视力恢复。例如，有人没按照医嘱点药，或过早揉眼、提重物，
造成伤口愈合不佳，甚至感染，那视力当然受影响。所以遵从医嘱照顾眼睛非常重要。幸运的是，这些因素只要患者配合度高，一般都可避免。了解了以上所有可能影响术后视力的因素后，我们可以回答之前提出的核心问题：白内障手术后眼睛能清晰多少年？答案是，通常可以持续清晰很多年，甚至终身。白内障手术带来的视力改善，大多数情况下是长久的，因为你的混浊晶体已经被永久移除，换上的人工晶体不会老化混浊，理论上一辈子都保持透明。只不过在人生接下来的岁月里，你的眼睛还可能遭遇其他挑战，比如上述的后囊膜混浊、黄斑部退化、干眼等等，这些问题可能不时影响你的视力，但它们不是白内障再发，也不是手术效果衰退，而是另一类问题，需要各自不同的处理方式。把这些问题一一击退之后，清晰的视力又会回到你的眼前。对于大多数患者而言，可能在术后几年内需要处理一次后囊膜雷射，就像例行保养，之后就很少再为白内障的事烦心了。如果你平时注意眼睛保健，控制慢性病，多数时候视力都会维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准。如果还有幸基因好，身体好，10几20年后眼底依然健康，那么你的视力清晰度就能长长久久保持下去。有许多90多岁的长者，20年前动的白内障手术，到现在视力还很好，偶尔只需换换眼镜度数而已，生活品质相当高。这都要归功于当年的一刀，让眼前世界永远摆脱了白雾遮罩。最后，我们总结几句：白内障手术是安全而有效的，它为您清除混浊的镜头，带来光明。但手术后并不表示可以对眼睛所有问题高枕无忧。我们需要认识到术后视力再次模糊的3大元凶：一是可能出现的继发性白内障、后囊膜混浊，这点无需恐慌，因为雷射治疗轻松搞定；二是眼底疾病的影响，这提醒我们术前术后都要关注眼底健康，该治疗的积极治疗，控制好全身慢性病，才能保障视力持久清晰。三是干眼症以及术后短暂的不适，这需要耐心护理，别让干涉抢走了本该清晰的世界。对患者来说，定期回诊非常重要，医生会在术后几周、几个月、半年、1年安排追踪，就是为了检查是否有后囊膜混浊苗头，眼底情况如何，眼压是否正常等等。早期发现问题，往往能更从容的处理。例如发现后囊膜有些许混浊时，就可以视情况决定何时打雷射；眼底有轻微黄斑病变时，可以及早介入治疗营养；发现干眼就加强保湿治疗。主动照顾眼睛也是关键，健康的饮食作息，充足的维生素摄取，戴太阳眼镜防强光伤害黄斑，都有助于眼睛长久健康。许多人把白内障手术比喻成给人生换窗户，的确，陈旧起雾的窗户换成明净新玻璃，世界顿时豁然开朗。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时擦拭玻璃上的灰尘，对付继发性白内障和干眼，留意窗外景色的变化，关注眼底视网膜的健康。如此一来，这扇新窗户就能一直为您透射光明。当然，如果未来医学更发达，或许有办法预防黄斑退化，逆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那么白内障患者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在当下，手术只能解决该解决的部分，剩下的还需要您和医生携手努力。总而言之，白内障手术后又模糊，绝大多数情况不是白内障复发，更不是手术失败，真正的原因多半是上面提到的3大元凶在作祟，而且其中2个，后囊膜混浊与干眼，都属于小麻烦，容易解决，只有眼底病变算是比较大的挑战，但也有相应的治疗与控制方法。手术本身的效果是确实而持久的，您大可以放心。现代医学让我们得以在暮年重新获得光明，但维持光明还需要我们自己珍惜爱护。希望今天的深入讲解能够澄清大家对白内障手术的一些迷思和疑问。下次再听到谁说白内障手术没用，过几年还不是一样看不见，您就可以微笑着告诉他，错，那只是后囊膜脏了，雷射几分钟就好，或者是眼底出了点问题，需要治疗。手术本身很成功，
白内障不会再回来。当然，我们也要感谢眼科医师们的辛劳，让无数人重见光明。对我们每个人而言，能清晰地看这个世界，每一天都是莫大的幸福。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得来不易的清晰世界吧。